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甜点，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失败，就算你是厨房小白青菜啦啦，我跟你说都会成功。其实不是我厉害，是香蕉本人这个食材太厉害。我不能说本人，我应该说本蕉，还有香蕉本身独特的香气，一经过梅纳反应烘烤之后，真的不夸张，香气直接攻顶。不相信是吧？立马来做做看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今天这集呢，要帮台湾蕉农免费业配一下。台湾香蕉世界顶级好吃，应该说台湾的水果通通都很赞，台湾农民真的是很厉害。看到最近香蕉价格很低哦，真的很心疼，拜托大家啦，真的多吃点香蕉，营养非常丰富，随便打个香蕉牛奶都好喝。当然你学会今天这道，一定要拿来做香蕉蛋糕。今天配方里面的香蕉真的要越熟越好，很多水果摊熟一点的价格还很便宜，说实话也很适合家里多买没有吃完的香蕉。当然你想用很新鲜的香蕉也不是不可以，我们就先把材料配方中的香蕉去皮，然后压成香蕉泥，不用压太细，稍微压软就可以，保留香蕉的一些颗粒口感会更好吃。接着把鸡蛋打散成为全蛋液，我今天会示范一个正统版的香蕉棒蛋糕，就是比较传统专业一点的做法。另外会再分享一个快速版，就是随便拉版本，蛋液就放一旁备用。传统的棒蛋糕会用到固态的奶油，快速版的油脂直接用液态状的油就可以，像是融化的无盐奶油或是冷压酪梨油都很适合。刚才说过固态状的无盐奶油是要否正统版的棒蛋糕，一开始要让奶油打发，这样子棒蛋糕的蓬松度还有口感才会出来。奶油就是退冰到像影片这样一压就软的状态，就是按压下去有指痕，过软的话奶油的蓬松度打不出来，因为它摸起来还是有点冰凉。我们就先用细胶刮刀把它压软一下，甚至可以搅拌一下，让空气拌进去。接下来我们来加入糖，没有把握的话尽量分2-3次来加，然后砂糖甚至可以用机器打更细，打成糖粉状，快速的搅拌成为一个乳霜状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奶油的颜色变得更淡一点，整体的体积也变得更膨发一点。接着我们分次加入全蛋液，记得蛋液要是常温千万不要加入冰的蛋液，否则会油蛋分离。全蛋液大概可以分个3-4次加入。这个阶段我之所以没有用电动搅拌机来打是因为整体的量不是太多，用手持式的这个打蛋器其实就可以乳化得很好，我们就搅拌融合成滑顺的乳霜状态，没有分离就可以了。很多食谱的教法香蕉泥可以在这个阶段放入，但我示范另外一个做法，放在下一个阶段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我先筛入低筋面粉跟泡打粉，过筛一次就可以。接着用切拌按压的方式，也可以用炒拌翻拌的手法，主要是这个手法可以让面粉不容易出筋，这样子蛋糕吃起来才会有蓬松的口感。然后可能会有朋友说可不可以用别种筋度的面粉，老实说我是不太建议啦，蛋糕类最好还是要用到低筋面粉。稍微翻拌一下还没有匀，这时候就加入香蕉泥，一样用切拌、翻拌、炒拌的方式，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可以咯。只要记得不要同个方向搅拌，这样子才可以做出传统棒蛋糕松的那个口感。拌的时候记得盆边的那些粉料要一并拌入哦。做甜点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，你会发现耗材很多都浪费掉了。最后拌到面糊呈现影片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咯。接着倒入棒蛋糕的模具当中，里面我铺上了烘焙纸有烘焙纸等等会比较好脱模。如果你想用杯子蛋糕的纸模，当然也是可以，但如果真的想要送人的话，还是投资一个棒蛋糕的模具。我这个棒蛋糕的模具大概是 17.5 公分乘8公分高度大概是6公分，我给的配方量就刚刚好是这个模具的大小。
如果你的模具更大的话，你可以按照比例来调整材料配方哦。其实表面不一定要放这个香蕉片哦，但是我就是假掰，硬是想要消耗我的香蕉，直接放入摄氏170度预热好的烤箱，先烘烤个20到25分钟哦，让表面稍微上色成型。因为我今天用这个 Aster 的气炸烤箱，它的上色效果实在太好了，马上上色了，我怕焦，所以表面盖上一张烘焙纸，避免表面上色过头。继续再烤个25到30分钟哦，基本上就是全程烤50到60分钟。烘烤过程我们来做个等等要涂在表面的糖水，这个你不想涂也是可以啦，这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做法啦，会涂上莱姆酒糖浆，糖加水微波融化之后放凉，再加入兰姆酒，这个就是等等可以保持蛋糕表面湿润度的兰姆酒糖浆。烘烤时间到后，上色也 OK 了，我们就立刻取出蛋糕，测一下中心有没有湿面糊，没有面糊残留就表示已经烤熟了。蛋糕烤完出炉后，记得立刻脱模哦。可以这时候看一下整体的颜色，我特别喜欢表面的香蕉哦，烤到有点微微的焦香。趁热用刷子在表面均匀的涂上兰姆酒糖浆，蛋糕的侧面也要涂哦。不用过多，稍微就可以。彻底完全放凉之后，可以包上保鲜膜，常温下放1天没问题。超过1天的话呢，就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咯。密封包好，想吃的时候可以烘烤一下。接着来做个更快速的版本，这个版本我觉得叫它香蕉蛋糕比较好，不是棒蛋糕。这个油要用液态油，把面粉以外的所有材料全部加在一起，好像打果汁一样，变成一个糊状。这里的果汁机没有什么要求哦，也不一定要用到什么破壁机啊，或是什么特殊的机器，就普通的小果汁机就可以，就把它们打成一个糊状物，要用手持式搅拌棒来打也可以哦。接着筛入低筋面粉，一样没什么技巧，就直接把它过筛，这样子可以避免拌拌的时候结团结块。搅拌的手法一样，记得用切拌、翻拌、炒拌的方式，主要是避免同方向搅拌，面粉容易出筋，出筋之后口感就不好。最后就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可以咯，大概就是影片这样的质地状态。为了搭配这个比较大一点的细胶模具哦，我这个面糊是材料配方的2倍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家的模具大小调整分量，原则上就是大一点的模具分量要更多，大概就是倒到模具的7、8分满就可以。表面呢还是要放一下香蕉，我实在太喜欢它的香气了，但如果你不放也可以哦，就是单纯的棒蛋糕的形状。如果是没有放香蕉的版本，记得大概烤个25分钟左右可以画一条线哦。蛋糕表面画一条线，等等再继续烤完的时候呢，中间的那个开口裂纹会很漂亮。这个我在原味棒蛋糕那集有教，一样烤个25分钟左右我就取出，因为我这个 Aster 气炸烤箱刚刚说了上色实在太快了，所以我中途呢表面先加上一张铝箔纸，继续可以烤熟透蛋糕，但是又避免表面继续上色。如果你的烤箱这时候上色还不够的话，不需要加这个烘焙纸哦。全程就是摄氏170度烤50到60分钟，中途随时观察上色情况。烤完出炉之后真的是满是生香，一样可以测一下面糊中间有没有熟透。彻底放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分割开吃咯。老实说，我真的比较偏好传统棒蛋糕的口感，因为它的松感哦，我自己很喜欢。但是我们现场做了口感的投票，发现2种配方都各有拥护者耶。隔天想吃的时候呢，气炸锅回烤个3分钟，哇塞，我告诉你这一片真的好好吃，我觉得这个配方拿去开店都没有问题。超好吃的香蕉棒蛋糕或是香蕉蛋糕 whatever， 等你交作业咯。这个
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